好，回到节目现场来看哦，《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11月初呢，在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是探讨如何来压制星链这样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在台湾的运作。那研究指出呢，由于星链采取大量低轨卫星跳频啊、自适应这类的通讯技术，地面干扰的方式呢，其实效果不太好，所以他们经过一个模拟计算呢。解放军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扰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个小型且同步的无人机干扰器飞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然后形成一个电子屏障，就可以干扰到星链的连线。那从空中手段来断你的网路，甚至还有海底手段，我们待会来讲。那面对这种切断你通讯的战法，那我们又知道无人机产业现在中国几乎就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所以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们现在台湾国军建制的武器，有办法反对吗？有办法破解吗？张教授，我认为这一个它就是电磁干扰，我认为就是讲一般的话就是盖台，那拿无人机来实施来盖台的这方面的载具，我认为这是单一性的干扰，但是中国大陆在用兵这一方面，它是复合性的干扰，它不见得会用光这个无人机，说这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这样子，然后横盖到全台。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个分布式的干扰。那打仗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不要做广域式，全台给你干扰。我重点是有首要区、有次要区，还有一个开放区。开放区我干扰，中央山脉你干毛什么？那没有人，又没有武器，又没装备这样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扰了。算一算之后，精简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是平地，而且重军集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干扰，这是第一个的位置。对，所以我认为它将来的时候，就是由全面的压制会走向局部的压制或重点的压制，是走这方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它的这种复合式的干扰什么？它用软杀跟硬杀同步实施。这个无人机干扰是软杀，对，是。那硬杀直接轰炸、直接摧毁、直接爆破，攻击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干掉，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你就是硬杀，直接破坏了，我才不要去干扰你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有软杀跟硬杀双杀兼施，我们在战场上会用，它不会说只用一个我光用无人机干扰你就好了，我干嘛不用软硬杀双杀呢？一定会。所以战场指挥官一定会有尽诸般手段、诸般装备跟工具摧毁，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还混合所使用的叫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电磁脉冲弹是冲击波，你的装备都报销。我电磁脉冲弹啊。第二个，我石墨炸弹让你说电子装备，你只要开机，没开机就算了，开机通通给你短路，短路就不能用啦，烧掉了嘛。所以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是。那今天打仗，我干嘛要光用无人机专门干扰你的星链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机，它不会只用单一式的干扰、复合式的干扰、重点式的干扰，还有多重手段的干扰，它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来看它算它拿这个来算的话，我认为只是一个纯学术。对，学术我就是要单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单纯化，就讲这个来讲，那是这个样子，那是单一，这是单一是学术性，但是真正在战场上，又是复合性的，是复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国大陆学术是单一性，战场使用绝对是复合性。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手段，它会通盘的综合运用来达到它掌握制电磁权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嘛，有制电磁权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扰掉，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个衰退，所以在战场上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跟效果就相对的受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他现在会从科研跟实用交相并进。是。好，另外一方面还有美国的智库呢，他们现在也做出警告，说2024年中国订购了100万架的小型单向攻击无人机，交付的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国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支持虽然达到了74亿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这种成本高昂的动能武器来做应对，你单次的发射成本就远高于摧毁无人机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僵局里面。美国的印太司令帕罗他甚至说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无人机地狱的战法。但是解放军的无人机现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大量采购这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之外，他们的北方工业公司还推出了一套弹幕系统，说是可以透过密集的这个弹片墙呢，可以同时摧毁整群的无人机，所以一手有攻，
一手有方。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张军觉得是不是美国都望尘莫及？我先讲一下这个星链卫星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海底电缆都断掉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海底电缆断掉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马祖的海底电缆曾经因为渔船被拖断过2次，那时候马祖叫得很凶。为什么？你几乎所有东西都断了。现在来讲，一切都是要靠资讯传输跟网络嘛。譬如说是你的这种金融方面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光订饭店也会受到影响几乎全部都中断。那个时候马祖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伤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湾有几条国际的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线，其实只有4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宜兰的头城、淡水、八里，还有屏东的枋山这4个点。所以我们对这4个点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大陆对我们实施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来讲的话，将这海底电缆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星链卫星，像乌克兰一样。没错。可是星链卫星它的传输速度绝对没有海底电缆来得快。那依据这个科学上面的数据来讲，它可能星链卫星能够传输的只是海底电缆的，可能只有它的这种海底电缆是星链卫星大概是数千倍到10万倍所以如果说这个你要靠星链卫星，大概只能说军事上面的传输，民间的金融啊，或者是旅游啦，或通讯来讲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给军方来用。但是这个星链如果说要的话，我们评估过在台湾整个上空来讲的话，你要部署将近1000到2000颗这星链卫星。那试问一下，美国这个马斯克愿不愿意？它是商用卫星嘛？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租到这么多，在部署在台湾上空？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卫星是会受到干扰的。如果说大陆来讲用这个无人机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如果那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它发展这个弹幕系统，就是打无人机的了这个各位可能没有经验，我是有经验，打过对空射击。我们那时候对空射击打一个气球这个你对气球来讲的话，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有抛物线的，你明明瞄的是一个直线，可是子弹飞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说你没办法算准那个抛物线，刚好打到某一个高度，然后它往下掉的时候刚好打到你气球，所以是非常难打的。那我想说，当过兵的都知道这个你要打一架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就算慢速飞机或无人机，我们一定要设前置量然后要全排全部一起射击采取对空射击，在飞机的前面前置量举3个或4个前置量来打成一个弹幕，那不是用子弹去打飞机，是用让飞机来撞你的弹幕，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种弹幕系统就是依据这个理念。那在一架机动式的，它是用机动的，那就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随伴，不管是你的战车部队或步兵部队，可以随伴担任野战防空的任务，然后用8×8的轮车然后带着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当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它可以打出一个弹幕。那如果说射程可以到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步机枪弹可以射程大概短则大概3000公尺左右那形成一个弹幕。当然这个弹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无人机。如果说是碰到蜂群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来讲的话，它可以打一片的无人机所以说他们称之为金属弹幕这个也是解放军新式对无人机的防范。当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软杀的，软杀就是什么？就譬如说电磁干扰啦这个或者是说这个用电磁干扰将你干扰掉。所以你会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对无人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用渔网让你飞机没办法撞进来。那第二个来讲，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无人机变成
这个用纤维光纤式的，就是它就不受干扰了。因为我有条线控制它，你这所有电波对它干扰不到。也看到过更奇葩的战车，我想大家都看到，那个战车装的跟乌龟一样哦，跟甚至于现在更新款的跟刺猬一样，主要目的都是在防无人机。那解放军现在来讲，如果说他用这种弹幕系统来打无人机，确实可以跟着部队一起机动。那对这种随伴在不管是战车部队或者是步兵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提供这个地面部队很好的一个防无人机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好，面对解放军这样低成本，然后大量密集，可能是自杀机，可能是这种遮蔽机，各式各样的这种战术跟打法。那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总统呢，11月26号的时候就表示，中国以2027年完全武统台湾为目标，要加强国防自主，预计未来8年要投入这个1兆2500亿的经费，打造台湾之盾。但是看起来台湾之盾标榜的高科技跟精准打击，都是来针对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对像无人机这种可以放弃，就是打你一个自杀式的不对称打法，杨老师觉得是对症下药，还是有点搞错方向？我先讲啊，在赖清德总统的谈话以及文字当中，他真的至少在文字上面是，同时他也是这么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以2027年达成武统目标。那你搞个计划拖到2033年什么用？如果你是要面对2027年的武统目标，你提出一个8年的计划，1.25兆，我觉得这怎么对怎么呢？好吧，就先把这个东西当做他的口误好了。那8年分7年的这个预算，一年大概1800亿。其实隔一天，行政院就提出来的那个就是特别计划的草案，里面有7项他要采购的重点项目，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精准火炮，你要打嘛？对。第二个，精远打击飞弹，这是飞弹的。第三个，无人载具和反制系统，也就反无人机的这个系统。第四个，防空反飞弹、反装甲飞弹，这基本上也是飞弹体系。第五个，进入到 AI 的辅助指挥、管制、通讯、资讯、网络情报、监视及侦查，这个叫 C5ISR， 这军方的整个就是管控系统。第六，强化作战持续能量相关的装备及其他的装备。第七，台美共同研发及采购合作之装备及系统。我觉得有3个东西这个所谓台湾之盾面临到很大的质疑，一个是已经发生，一个是可能真实面对，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盾跟穹，就是来自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它是有爱国者飞弹，它自己本身的飞弹一层一层高空，然后呢到这个低空的这个防御系统。可是你看，它跟距离1000公里之远的伊朗在今年的相互的射击飞弹跟就是无人机，结果后来这个铁穹破功了，因为很多城市也都被打到了。对。然后呢，飞弹也不够了，一波一波的打来，结果美国就川普，所以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他现在救以色列，就表示铁穹也穷了。那现在川普也就学习到他要精穹，精穹就是反飞弹国家反飞弹体系。那现在碰到什么呢？这个预算、技术、人才，那能不能做到？而且到时候一定是更贵。那即使做到也打折。那各位不要忘记它这2个，一个铁穹，一个精穹，都是面对比较遥远，至少1000公里以外。那美国当然就是更遥远，在两洋以外的这些中程、长程飞弹。可是呢，台海你距离多少？180公里平均。那如果说你把那个刚才我讲的这个7项1.25兆都弄好了，就可以打火炮。它火炮的覆盖可以到400公里，到台湾的东海岸再过去。它火炮的这个弹道非常的低，你怎么去拦截？有没有用？应该没有210%的这个比率吧？某位将军讲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面临飞弹防御啊，它火炮给你来的话，那你所有的这些
打击飞弹、精准炮火等等之类，是不是都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要大家思考啊，都没有人在做仔细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面对就是不管是2027还是之后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武装武力统一的这个作为，可能会有哪一些面对的这个项目，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到军事上、战略上，以及还是不是有政治战略上可以去让两岸交流、沟通，甚至和解的呢？是，这都要考量的。没错。好，稍后的节目呢，我们还有美国缴获南非人权议题，会把欧盟稀土战的策略给搞砸吗？还有中国大陆现在掀起了黄金热，可不是有老百姓要赚价差投资啊，后面有更积极备战的开战讯号吗？我们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